没关系的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不讲这些。他付了钱，仰头看了一眼天色，又道：你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吃东西。蓝忘机摸了摸肚子，也没跟他客气，都行，我不挑食。魏无羡略一挑眉，这话也不知信了没信。菜上桌时，魏无羡先给他夹了一筷子，蓝忘机也没觉有啥不自在。他吃饭时很安静，看着慢条斯理的，速度却不慢。魏无羡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对于他此前说的他不挑食的话表示怀疑。他一共给他夹了几次菜，其他的他都吃了，只胡萝卜一口没动过。你不喜欢吃胡萝卜？魏无羡拿了一双没用过的筷子，将它放在一旁没动过的胡萝卜夹回了自己碗里。蓝忘机愣了愣，看着本在他碗里的胡萝卜被魏无羡毫不在意地吃了下去，磕巴了一下，低声道：那是喂兔子的，我不吃。魏无羡眨了一下眼，盯着碗里的胡萝卜，陷入了沉思。那这胡萝卜他到底是吃还是吃？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，在蓝忘机的注视下，魏无羡还是硬着头皮将碗里的胡萝卜消灭干净。而后就见蓝忘机放下筷子，止不住笑意地同他说：魏婴，不如我以后叫你喂兔子如何？魏无羡闻言一头黑线，思及此前在山上打过的野兔，毛茸茸，双眼红彤彤，因为害怕将自己团霸成一团微微颤抖的模样，打了个寒战。他拒绝，看出来他不乐意，蓝忘机也不勉强，反正他在心里偷偷叫。魏婴也不知道，他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嘴角还牵扯出了一抹笑。魏无羡看得无奈又好笑，也不知到底是谁家养出来的小公子，单纯的什么想法都表现在脸上，偏他还以为隐藏得很好。魏无羡也不拆穿，只摇了摇头，再次暗道幸好这人遇上的是他。魏无羡的住处离街角不算太远，两人长手长脚走过去也用不了多久。吃过后，随意逛了逛，魏无羡便先带着蓝忘机回了家。住处位置稍显偏僻，隔绝开了闹市的喧嚣。蓝忘机跟在他身后七拐八拐的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，一副全然放松信任的模样。魏无羡走在前头，偶尔会停下来，站在原处等蓝忘机走近，观他神色，心头止不住泛软，又不合时宜涌上一抹忧愁。小公子也太过没有防备心。羡哥哥你回来了。再往前走了几分钟，蓝忘机正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忽见一小孩自墙头探出了一颗脑袋，见着魏无羡大力地朝他挥了挥手。回来了，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魏无羡看起来跟他很熟稔的模样，也跟着挥了挥手，还不忘笑着叮嘱。蓝忘机偏头看着，因着小孩那一声大嗓门，好几家墙院上陆续探出了好几颗小脑袋，一叠声的喊羡哥哥。魏无羡依应了。片刻后，好几家院门被推开，蹦蹦跳跳的出来了好几个小孩。魏无羡掏出闲逛时在街头买的糖果分给他们，又挨个摸了摸头。羡哥哥，这位哥哥是你的朋友吗？小孩捧着糖果，仰着头看着站在魏无羡身后的蓝忘机，满眼好奇。魏无羡笑着后退了一步，同蓝忘机并肩站在一处。对啊，羡哥哥新结交的朋友，这位哥哥真好看。想了想，垂眸看了眼手里的糖果，又道和羡哥哥一样好看。魏无羡伸手点了点他的额头，故作不满，那究竟是谁更好看一点？小孩瞪圆了眼，看看魏无羡，又看看蓝忘机，最后万般不舍地想将糖果退回给魏无羡。羡哥哥，先生说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还教了我们说不能撒谎。我承认羡哥哥很好看，但我觉得这位哥哥更好看一点，比羡哥哥还好看一点。他说着，吸了吸鼻子，手里的糖果握紧又松开，松开又握紧。魏无羡见他这般，故作的严肃，便绷不住了，揉了揉小脑袋，好笑道：你说的没错，羡哥哥也觉得这位哥哥好看点，比羡哥哥还好看点。蓝忘机让几人说的耳廓隐隐发热，他抬手摸了摸，咳了一声，打断几人：虽然我是很好看，但你们也不用一直夸吧。几个小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，异口同声道：哥哥好看，就要多夸夸嘛。魏无羡便乐得笑出了声。蓝忘机横了他一眼，伸手在他后腰处戳了一下。魏无羡笑声一顿，反而笑得更大声了。魏无羡掏出钥匙打开院门时，已经是半个时辰后。蓝忘机气鼓鼓的跟在他身后，魏无羡甫一打开门，他便越过他直接走了进去。魏无羡自知不该笑话他，
好声好气的同他赔不是，又想起这一路走过来，碰上的街坊邻居都要停下来夸一句蓝忘机长得俊。他也知蓝忘机大抵不是真的生气，大抵是脸皮薄，一路被人看过来夸过来，多少有些难为情。魏无羡反身关门时，蓝忘机就站在院子里打量着属于魏无羡的家，院落不算大，倒是蛮整洁。院子小，你莫嫌弃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将买来的东西放置在院内的石桌上，又自井内打了水来战。你热不热？要不要先洗把脸？蓝忘机偏过头不看他，想了想，哼了一声，又转过头道热，洗。魏无羡拿了干净的帕子给他，同他一道蹲在水井旁，看他将手泡在水里，拿肩膀轻轻碰了碰他蓝湛。你别生气了。蓝忘机垂着头不说话，趁魏无羡没注意，捧了一点水往他脸上甩，抬头时哪里还有半分气模样。魏无羡好脾气的任他甩了一脸水，自己也不抹。蓝忘机看着反倒不好意思了，拧干了帕子，胡乱在他脸上抹了一把，干巴巴道：“你怎么不躲？”“为什么要躲？”他这话一问，蓝忘机反倒不知该说什么了，收回手里的帕子，嘀咕了一句：“你这人怎么傻乎乎的？”这话魏无羡听清了，但他拒绝承认。两人稍作休息，魏无羡又带着蓝忘机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通，蓝忘机跟在他身侧，饶有兴致地看着魏无羡指着几间房子同他说：“那是厨房，那是杂物间，那间是他睡的屋子。”未了，指着他隔壁房间同他说：“蓝湛，这间房我一会收拾出来，你就住这吧。”蓝忘机略挑了眉，有些诧异，这间房看起来也太空荡了些，除了一个衣柜一张床，整个房间里什么也没有。也不知魏无羡说的收拾是要怎么个收拾法，他当然也没意见，点了点头，好奇道：“这间房你怎么什么都没放？”问完又觉冒犯，我就是好奇，你不说也可以。魏无羡倒没觉得冒犯，自外头拿了扫把，仔细清扫了起来。这间房我也用不上，他平时一个人住，这些年杂七杂八也添置了许多家事，只多数都添置在了他住的屋子，一些不太用得着的他就丢在了杂物间，这间房几乎就闲置了下来。如今蓝忘机一说，他倒是也意识到，确实是太过空旷了些，一会收拾好，咱们去街上再买些回来。不用的，这样就挺好的。蓝忘机摆了摆手，表示不用，能有落脚的地方，他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对于住所，他并不挑，他不挑，魏无羡却生怕委屈了他，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好，拉着不太情愿的蓝忘机就出了门。魏婴真不用蓝忘机劝了又劝，奈何魏无羡根本不听他的蓝湛。不用有心理负担，买了总归是用得着的。蓝忘机还是不太情愿，他如今身上没钱，花费魏无羡太多，他总觉过意不去。那这样用了多少，到时候我都补给你。